看见了吗？那下面有个地方，我们非常想进入的，可是用尽了方法都无法成功。不过，有一种动物，它可以进入。这种动物非常的难抓，我们费尽心机，终于抓到了一只。这种动物很聪明，有一定智商，甚至可以被驯服。是什么动物？你很快就知道了。401。你只要能把这事做好，我就会把格式楼的科学原理告诉你。我掌握的秘密和要去的地方，比格式楼厉害得多。你知道吗？为了抓住他，我们牺牲了100多名大日本的头领。那个时候我们的照明设备不够，在黑暗里无法发现他，只能在摸索中进行抓捕。你有什么需要的，找田中君，他会立刻替你补齐装备。但如果你训不好，那就请不要再出来了。只要我驯服好了他，你就会放我离开吗？我们日本人是讲信义的，堂堂大日本帝国不会害怕你这个区区老狗。只要你能训好他，我就会放你离开。会驯服好他的，期待您的成果。啊，对了，请务必记住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离他太近。
究竟还有多久？应该差不多还有1里地吧。你不会耍我吧？其实有件事情我没跟你说，什么事？我就是葛氏老祖的信徒。你见过他？没有。当年我瘸了腿，被人忽悠入了教。那你入教之后做什么？砌墙。你说的那堵高墙，我去过。那栋楼的事情，你知道多少？其实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只干了2天就走了。因为我当时意识到，那楼里肯定发生过什么大事，所以他们才要砌墙封锁整个楼。当然了，我也是因此才知道，葛氏楼下面有一条地下暗河。所以你对这个教尚未了解，你就走了？我不走干什么呀？再说了，葛氏老祖要真有那么大的本事，早该看出来那楼里要出事，还用得着我们去砌墙封锁整个楼吗？三爷果然迅速看透，难得。我腿虽然瘸，但是这儿不瘸。走吧。等一下。这边叶子上的露水多，潮气重。走这边。好。把它点燃，让烟走一走。这边。这里有水声，水流湍急，应该是地下暗河。那它应该就是葛氏楼下面这条了。但是日本人是不是从这儿走的，我可不敢说呀。这儿土松石散，如果要爆破，很有可能坍塌。三爷专门引路至此，应该有你的法子。这下面呀，不光水流急，还有很多暗礁。我一路看于山势，发现整条地下暗河在这一段有龙骨凸起，这就说明这底下肯定有一道石头形成的堤坝。三爷不用下去，就了解地下暗河里面的情况，果然是老瓢把子。这还不简单吗？你看这一路山势走向，有下岭蛇和水龙交叉，交叉的位置必有石坝呀。那从上游河中流下来的物件，
必然会冲击到这个位置。这个死贼啊，是老一辈淘金客的法子。你把它从这个缝隙中顺下去，如果日本人从上游丢下过任何铁的物件，都会被他吸上来。当然了，这个法子到底管不管用，也得看佛爷的手法和运气。这个手法是三爷的绝活，我就不在你面前班门弄斧了。哎，不行，我最近痛风，手腕痛得很。你来吧。佛爷，你肯定是没见过饿极了的乞丐如何在地缝里掏米粒吃吧？像你这样，光使蛮力可不行啊，你得像我这样，小指抵住缝隙的边沿，食指和中指差3毫，你感受水流的速度，找准机会，然后手腕，啪，这么一翻。力道大一点，米粒就碎了；但是轻一点呢，你又什么都捏不上来。当年我在长沙街头就是靠这手绝活，在臭水沟里活了3年。不过没关系，时间、磁铁有的是，慢慢练。这个虽然是乞丐的绝活，但关键时刻能救命。远东开荒纪念章，日本人果然从下面走的。既然这样，这条河到底通向哪里？我的人会帮你查清楚的。来了，怎么回来都不打声招呼？听说你们九门还开了个大会，聊得如何呀？你是不是一直在替日本人做事？你太小看我了，我向来只为我自己谋划。底下的记号都做好了。
老当家果然厉害呀！居然能找到这个，那我就不要下去了。看来这的确是你想要的东西。这到底是什么？你自己带出来的，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沙子，我不知道。你在阁侍楼里，是不是看见了法术？这个就是法术背后的秘密。有了它，千岁爷我就不怕张启山了。你答应我的事情，该兑现了。这些是霍家的借条，霍家欠我的也一笔勾销。可惜呀，钱财债消了，你和我一起勾结日本人的债又欠下了。哈哈，你看似可以和我分道扬镳，实则你和我的关系更紧密了。哈哈哈！霍家不怕同归于尽。哎，没到那份儿上，勾结日本人，也未必都是坏下场。你放心，我保证，只要你竭尽全力，霍家会活下来的。那当然了，也只有霍家。你要对九门做什么？千岁爷，不用回避，仙姑和我是一条船上的，还已经脱不了干系了，对吧，仙姑？千岁爷，我们的人已经追到齐贼嘴，随时可以动手。那就直接杀了吧，不用犹豫。是。丁千岁，不用那么惊讶，老八只是第一个，很快就会有第二个、第三个。仙姑，你要是说出去了，我和你的事情就会败露，你在九门、在长沙就无法立足了。要不这样吧，今天我们商量个大计。老八一死，张启山肯定暴怒，你和我都有危险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这个人凡事总会多留一手，这都是在宫里学的。有你带出来给我的这个宝贝，我和鸠山美智都会是张启山的克星。佛爷，丁千岁的底细，小静都查清楚了。这人确实不简单，他已经改了国籍，从法律上来讲，他现在已经是美国人。详细说说。丁千岁，原名丁世昌，长沙人。他8岁时就净身入宫，在御膳房当差。光绪年间，宫中有个比利时传教士，名叫约瑟夫·范德堡，他是专给慈禧太后进献西洋点心的。丁千岁想方设法巴结上这个人，靠着这层关系得了出宫采办的差事。13岁时，丁千岁跟着约瑟夫传教士到了上海，他先是投靠了比利时人，在法租界的教会，随后不久又搭上了美南长老会，混进了广慈医院当差。同年受洗，取教名塞缪尔丁，正式开始修读神学。然后他靠着教友特案申请了特别登记，在16岁时正式加入美国籍。他靠着这个身份再回宫，反倒更吃得开，所有人都要敬他3分。一个宫里的太监，摇身一变
变成了个美国人，绝对不是常人能办到的。后来清朝倒台，他立刻卷走宫里的银子，投靠美国人。42岁时，在美国人的安排下，他到了长沙，表面上是办洋行做生意，可暗地里，他就是在帮美国人倒账洗钱。不过美国人也不信任他，重要生意从不经他手，丁千岁无法从中获利，无奈暗中又攀上了日本人。一面星挑起，一面膏药起，动它，恐怕会牵动两国领事馆。佛爷，还有一件事，他现在不在太和楼，我们一出阁侍楼，他就立刻搬到了百花慈心堂，之后就再也没露过脸。丁千岁肯定已经猜到我们查出他和日本人的关系，所以才躲起来了。现在若要动他，除非进领事馆抢人，这事一闹大，美国领事馆那边必定出头干涉，那么这件事情就会演变成外交事故。所以为什么我来找你？你来找我，怕不是我聪明，而是急着救吴老狗吧？你对吴老狗是否有所改观？你不妨先说说，现在你认为的吴老狗是什么样的，和之前有什么不一样？我想活下去，要有口热饭吃，要活得像个人啊！我再信你一次，你最好能抓住他。我信你还有1成的可能会保九门，我就赌你这1成。我帮你。有勇有谋，有赤子之心。虽然文化水平低了点，此番要动丁千岁，按照你以往的性格，绝对不会如此的冒进。你已经赞同我的想法了。五爷对九门很重要，确实很重要。所以，这事虽难，倒也不是不能做。首先，让他们觉得丁千岁已经是个废子，但这个废子还得有点利用价值。九爷，该怎么做？30年前，北平闹天花。死人堆在巷子口几天都没人收。如今虽然可以种牛痘预防，却未断绝。这种病一旦闹出来，谁都怕。教会绝不会再留人，一定会第一时间把他送去医院。据我所知，教会在长沙有自己的医院。没错，但不止一家。其中一家圣玛利亚医院归洋人管，另一个普济医院。名义上虽然也归属教会，但实则是地方官办。只要丁千岁被送去的是普济，人出了教会的地盘，就是咱们说了算了。要丁千岁真的得天花不容易，但是张启山那边动静如何呀？他已经派了好几拨人去府上探过，听说还查了您的户籍。知道我是美国人，他吃了一惊吧？如今他再想动我，也无计可施了。真想看看那张沮丧的脸儿。纸上涂的是麝香草乌软膏，味道神似米浆，一旦贴身，药性便会慢慢渗透，3、5日后起泡红肿，症状乍看
与天花无异。什么人都能进我身呀？啊！要是张启山的人，是不是我已经死了？睁大你的狗眼，臭奴才！是。第1天，接下来，佛爷只需安排人手在教堂附近放出风声，就说有人刚从天花疫区回来，不出几日，长沙就会人心惶惶。到时候丁千岁是否真的染病，一点都不重要。美国人肯定不会让他继续留在教堂里。没错，但现在只有一个问题：如何让他们签字，把丁千岁送到菩提医院呢？这件事，我会帮你办妥。这是天花，这是天花！这个人得了天花，大家快跑啊！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我告诉你们，我可是美国人，谁得天花了？你害我！你是谁呀？再走。哎，放开我！张启山，你设立私狱，扣押美利坚公民，这是死人罪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你喊再大声也没用，不会有人知道你在这儿。鸠山美智到底跟你什么关系？他在阁石楼到底在干什么？为什么要抓吴老狗？他们现在在哪儿？说！张启山，你不用想着吓唬我，宫里多脏的手段我都见识过呀。我年纪大了，经不起折腾。一旦我死了，美国人不会放过你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老家有一种特殊的刑术，能一只手捏碎你的头骨。当头骨裂开，无论一个人的意志力有多强，他都承受不了这种痛苦。从这一刻开始，你会感觉骨头被一个巨大的铁钳夹住，你的脑袋就像不断被充气的气球一样，从内到外一直膨胀。接下来，你会听到啪嗒啪嗒的声音，这是你的血管一根一根在爆开。张启山，你放来啊！你这就爬了，你下来啊！我说啊！我全都告诉你啊！
我呀，原本不想和日本人牵扯。早年，他们扶清自重，打着中皇的旗号，结果呢，转头就逼朝廷割地赔款。这等两面三刀之辈，千岁爷我能信他们吗？你们是如何搭上的线？鸟取，鸠山美智的上司，鸟取鸟居，是他亲自来找我的。长沙地底有一秘处极其重要，我的人被困在下面，张启山把持着九门，杀光了特务。我需要一个中国人在上面接应。我是美国人，凭什么帮你呀？美国人，美国人对你们中国不过是贪图市场、攫取利润，你跟着他们不过是混口饭吃，永远也翻不了身。而我们大日本帝国要的是这块土地，这里迟早都是我们的。你若是现在帮我，日后便是人上人；否则，待局势定了，你仍旧是个跪着讨饭的奴才。我是一个不完整的男人，奴才。我做够了，想翻身啊！光凭洋人的一纸国籍不够，要做就得做真正的主子。我在日本人的帮助下，买下了太和楼，给鸠山运送物资。长沙的地下竟然真的有人，非常神奇。我后来知道了，他叫鸠山美智。关于阁氏楼，鸠山还跟你说过什么？他不多言，从不解释。只发号施令，我听命行事而已。其实啊，你们也不必太在意那栋楼，那地方就是一个幌子罢了。鸠山真正要去的地方，从来都不是阁氏楼，是地下暗河的终点。你们知道地下河？你们是怎么知道的？终点在哪里？告诉我。湘西，我只知道那个地方大概在湘西。他们做了很多事，都是为了去那个地方。湘西到底有什么？难道还和阁氏老祖或者殷长生有关？鸠山到底想干嘛？我不知道啊，这些都是我分析出来的呀。我不傻，401部队呢？那也是鸠山安排的，他给了我一些丹药，那丹药能让人听话。你继续说。我觉得那就是法术，而且他学会了。得了神力，能测命运、窥天机。我和你现在这番对话，或许他能听见。就在此时此刻。你知道的，肯定不止如此吧？和鸠山美智这么多年配合。我早就发现了，阁氏楼里有法术的原因，可他
那总说那不是法术，而是科学。去他的吧！法术的原理是什么？说出来，可以让你将功补过。张启山，你太高估你自己了。我既然知道法术是怎么回事，我就有能力倒转时空。我要走了，张启山，再见。哎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哎，大哥，已经过了关卡了啊！你现在应该告诉我，为什么要花钱混入我们商队？啊！哎呦，这如今世道这么乱，这土匪又横行，跟着你们走，能安全一些。你说这样的屁话，你以为我会相信吗？赶快滚！哎呦，大哥，这个，哎，我给你交个底儿吧。其实啊，因为我看你顺眼，啊，哎，日子是不好混啊。哎，不过你放心，我既然收了你的钱，我肯定会替你保密。汉口我熟得很，到时候啊，给你找几个逃亡的好去处啊。哎呦，谢谢大哥，谢谢。哎，大哥，我这个多嘴啊，再问一下，就是您有没有去过西山呢？我听说上面有个老道观，我想去看看。巧得很，我们每一次走货呀，都要绕一趟西山去捡罐子。捡罐子？对呀，那道观是隔世仙所建，传说他能操控时间，仙徒们就想出个百年藏宝的法子。将好酒好茶封入法罐，埋在道观，再请老祖施法，顺度100年。待挖出时，陈酿已100年，粗茶变金液。所以我们常去西山碰运气。哎呀，可惜多半是破烂。又来人了，您诸位好啊！哎呀，今天来捡罐子的人还真不少。兄弟，这一块被我们占了，你们要捡呢，去那边啊。
张启山，到底让你来这儿查什么？不如你现在就给自己算一卦，就算你怎么死的。算不算？我算。怎么样？卦上说你怎么死的？卦象上说我不会死。是吗？那卦文呢？我佛慈悲。被乱世包围，野火中巡回，誓不准这方城市进退。江湖的道义，天下的安危，要怎么做才不算有愧？宿命我无畏，引出又上追，手一程不退，不悔不愧。注定风云际，神话摧毁，小门一心同归。别去了，佛爷最近心情不好，让他发泄一下吧。佛爷，是丁千岁的人。猜到了。佛爷，疼死了。你上次算出来，只要我对你凶，你就能躲过一劫。果然算得准。
现在算躲过了吗？可能还没有。往事如云烟，无声中决断，这谜局纷乱，谁又难得考完？在寻常不过的道别，抬头似乎是艳阳天，或许是最后的并肩。谁一去匆匆，身在剧中，惊乱无声，谁独行冥冥之中。家国经年如梦，曲中有谁在等？含笑相送，再赴一场来日珍重。曾争分夺秒，只待破晓。长留冤仇中报，宿命落网中，谁都无处可逃。生死如刀，也曾年少，有心同往海浪惊涛，留一点余火照前途骄阳。门外依旧春风，是谁匆匆，身在剧中，尽量无声，谁独行冥冥之中。家国经年如梦，曲中有谁在等？含笑相送，再赴一场为缘。来日珍重。